立陶宛背信弃义，站在公理和正义的对立面，绝不会有好下场。立陶宛某些人、某些势力执意同台独分裂分子沆瀣一气，一条道走到黑，终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这2天发生的新鲜事啊，真是让我开了眼了。感觉这个世界有时候比小时候还离奇啊。咱们要聊这个国家啊，叫立陶宛。可能很多朋友对它不熟啊，我先给你简单画个像。这是一个欧洲的小国，地方不大哦，还没有咱们一个直辖市大，人口也少，就280万，搁到咱们这儿也就是一个大点的区县的人口。就这么个国家，最近啊干了一件以小博大的奇事儿，差点没有给我逗乐了。就在2025年的9月份啊，他们新上任的一位女总理叫英加鲁吉涅内，这个名字啊听着有点绕口啊，为了方便，咱们就管她叫鲁大姐吧。那这位鲁大姐新官上任啊，办公室的椅子估计还没坐热乎，上任才2天啊，就火急火燎对着全世界喊话，说要重启跟咱们中国的外交关系。你一听，这好像是好事啊，毕竟前几年立陶宛因为这个台湾问题跟咱们闹的是相当不愉快啊，关系都降到了代办级了，基本上就是冷冻状态。现在新领导上台，想解冻了，想浪子回头了，这不是挺好吗？但是各位千万别高兴得太早啊，重点全在但是这2个字后面。这位鲁大姐的示好啊，可不是白送的，人家是带条件的。而且这个条件我听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呀？还是今天出门没睡醒？他抛出了一个什么霸王前提呢？我给你学学他的意思啊。我们立陶宛呢，之前不是搞了个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吗？我知道中国你因为这个生气了，那现在呢，咱们可以和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你们中国必须先答应我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代表处的事儿不许跟恢复关系挂钩，这个事儿不能谈，不能改，就得这么着。而且你们中国得先拿出诚意，先迈出第一步。你说说是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啊？自己犯了错，踩了我们的红线，现在呢想让我们把这个事儿当没发生过，还得我们先去哄着他。一个280万人口的小国啊，就敢跟一个14亿人口的世界第2大经济体提条件，我真的是想问一句啊，这勇气是谁给的？梁静茹吗？更可笑的是，立陶宛这2年政坛乱得跟一锅粥似的，总理换的比咱们换衣服还勤快。就这么一个连国内政局都稳不定的国家，这哪来的底气啊？敢给咱们中国设置这种外交门槛啊？咱们常说外交无小事，那最起码的你总得有外交人员吧？可是立陶宛驻我们北京的那个代办处，从这个2022年开始，人就陆陆续续的跑光了。到现在都2年多了，那栋楼啊，估计都人去楼空，里面说不定都结蜘蛛网了。那反过来啊，咱们中国还想着派外交人员去他们首都的代办处正常履职，结果你猜怎么着？立陶宛政府玩起了拖字诀，就是不给咱们的人批签证。至今呢，咱们没有一个外交官能正常过去工作。你说说，你见过这么办事的吗？就说现在关系这么紧张的美国和俄罗斯，那人家双方大使馆里面还都保留着最基本的工作人员，维持着最基本的外交沟通。你立陶宛倒好，门一关人一跑，签证一卡，然后扭头跟我们说，嘿，我们恢复关系吧，这不就是自欺欺人吗？连最基本的外交惯例都不遵守，嘴上呢喊着恢复关系，实际上呢干的全是断绝关系的龌龊事啊！这诚意在哪儿呢？这诚意难道是在空气里吗？所以啊，这根本就不是真心想改善关系，而是另有所图。那他图啥呢？这背后真正的原因啊，说出来就4个字儿：扛不住了。俗话说得好，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立陶宛突然一反常态，扭扭捏捏的跑上来示好，不是因为他突然爱上中国了，而是因为这4年啊跟中国硬杠，已经把自己给杠到悬崖边上了，经济快要崩盘了呀。咱们拿这个数据说啊，可不是我瞎编的，根据他们立陶宛自家的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从这个2021年跟咱们的关系降级之后，
他们对这个中国的出口额那是坐着过山车往下跌啊，从2021年的1.3亿欧元暴跌到2024年上半年啊，只剩下可怜的0.12欧元，这幅度啊高达91%啊，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大蛋糕啊变成了一小块饼干渣。那具体到产业上那就更惨了，比如他们以前挺牛的一个产业激光设备，这玩意儿技术含量高，利润也高啊，曾经占到他们对华出口的30%。现在呢，2025年上半年就卖了0.03亿欧元，我估计啊，这都不够他们给公司交电费的。还有他们一家上百年的乳制品企业，那也是国宝级的啊。以前他们的这个乳酪啦、牛奶啦，在咱们中国的超市里也能看到。结果呢，因为这个立陶宛政府的骚操作，一下子失去了94%的亚洲市场，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了。最后没有办法，被迫关了3家生产线。我都能想象到他们那些奶农啊，看着这个卖不出去的牛奶，心里得有多后悔啊！更别提那个中欧班列枢纽了。以前立陶宛占了它的地理位置啊，是我们“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一个重要中转站。首都维尔纽斯啊，那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啊。那现在呢，2025年了，经过他们那儿的中欧班列啊，通行量跟2021年比下降了98%。98%是什么概念啊？就是以前呢有100辆火车路过，现在只剩下2辆了。大量的铁路线因为这个没货运都闲着在那儿生锈，当地政府为了省点维护成本，干脆把一些铁轨都给拆了。你想想这个画面啊，一个曾经引以为傲的国际枢纽啊，沦落到要拆铁轨度日，这得有多凄凉啊！经济上快撑不住了，那当初为了跟中国叫板，给他撑腰的那些大哥们呢，他们的援助到位了吗？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啊！当初那些所谓的什么外交支持，全部成了泡影啊，全都是空头支票。美国大哥啊，当初那是拍着胸脯说：“兄弟别怕，我给你6亿美元的出口信贷。”结果呢，到了这个2025年9月了，3年过去了，实际到账多少？900万美元，连承诺的零头都不到，这点钱够干啥呢？打发叫花子呢？这个台湾当局呢，当初也是喊的山响啊，立陶宛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们的损失我们来补。承诺要投资5000万美元，结果呢，这笔钱啊，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估计是迷路了，还在这个太平洋飘着呢。这最逗的是欧盟啊，欧盟一开始也是装大哥呀，气势汹汹的说要替立陶宛出头，去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起诉中国搞所谓的贸易报复。结果呢，2024年把这个诉讼提交上去，到了这个2025年，自己又灰溜溜的撤回来了。为啥呀？因为他们压根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你看啊，经济崩盘，外援落空，立陶宛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个时候跑来喊话恢复关系啊，说白了就是走投无路之后的自救。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啊，他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还想着让我们先让步，还想保住那个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这种心态啊，恰恰就说明他根本就没有认清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惨。那么面对立陶宛这种又菜又好玩的施压式示好，我们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很简单啊，8个字儿：立场坚定，巍然不动。我们的态度从始至终都非常的清晰，想恢复大使级关系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前提，你立陶宛必须先纠正自己的错误，老老实实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这不是我们强硬，这是我们国家主权的底线，没得商量。而且我们不仅在嘴上这么说，在实际行动上也早就没有把立陶宛当回事了。你不是不想当中欧班列的枢纽了吗？行啊，地球离了谁都能转呀。2025年，我们重点打造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枢纽，又是开通班列，又是搞航空货运，一个立体的物流网络很快就建起来了。你家的牛奶激光设备不卖了，没关系啊，有的是国家抢着卖。我们从中东欧其他国家进口的总额蹭蹭的往上涨啊，这波兰的乳制品、匈牙利的葡萄酒，对咱们中国的出口都是增长了30%以上啊。这立陶宛自己作死留下的市场空白，早就被他那些
聪明的邻居们给填满了。立陶宛的总理可能是忘了算一笔账。中国呢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你立陶宛对华出口占我们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连这个0.01都不到，这是什么概念啊？我再打个比方这就像是我早上吃了一张巨大的烙饼，你立陶宛就是上面的一粒芝麻，那这粒芝麻掉了，我可能都感觉不到。但是反过来对于你这粒芝麻来说，失去了我这张饼，那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种实力差距下，你跑来跟我们搞施压，你觉得可笑不可笑这根本就不是施压这就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这个立陶宛图啥呀？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非要把自己折腾成这样，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短视的外交投机。他错把挑衅中国当成了讨好大国、提升自己身价的筹码。他觉得我跳出来反对中国，这个美国大哥、北约大哥肯定会高看我一眼会给我更多的安全保护，给我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不仅在台湾问题上挑衅，还主动邀请北约在他们国家驻军，要做对抗俄罗斯的前哨。可是结果呢？这种选边站的豪赌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把他自己的经济给搞垮了。他还想通过这种方式，在这个欧盟内部刷存在感，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可是现在是欧盟其他国家，比如这个德国、法国这些大国，压根都不跟他玩人家一边看着他上蹿下跳，一边悄悄地抢占他丢掉的中国市场。你说他是不是傻呀？那这种教训不光是立陶宛，咱们看看另外一个国家芬兰。芬兰的前总理一个年轻的女政客也是一意孤行非要加入这个北约结果呢，导致跟邻居俄罗斯的关系急剧恶化。2024年，芬兰的物流业、家具业因为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和市场，亏的是一塌糊涂。最后呢，这位女总理是黯然下台了。所以，立陶宛和芬兰的例子都证明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首先呢要认清楚自己的分量，妄图通过挑衅一个大国去讨好另外一个大国，这种操作风险极高。最后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自己变成了大国博弈的炮灰。立陶宛新总理鲁大姐的这番施压式示好，本质上就是一场外交投机失败后，既想找台阶下，又拉不下脸面的无奈之举。那既想通过恢复关系来拯救国内的经济，又不肯承认错误，甚至呢还妄想让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可是他始终都没有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这个话语权呢，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的，而不是靠撒泼打滚和蛮不讲理。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